特別來關注到川普的逃稅，到現在炒股已經正式的確定是完全合法的，因為呢，來自於美國的司法部確認會永久禁查稅獲的免死金牌，全部都是給川普的哦。可以說他們家族狂撈了14億美元，但是完全無法做這個治理哦。美國的法治難道全面崩壞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我們要趕快來看到的是，現在呢，司法體系正在為美國總統川普制造免死金牌嗎？因為美國司法部最新的下令，他說永久禁止國稅局再去調查川普跟川普的家族，甚至是相關的企業過去的稅務制度。好，注意了，他是強調是過去的，所以未來的稅務其實還是可以做調查的。但是大家就在看說，你過去可以拿到免死金牌，你未來會不会也可以如法炮制，也可以拿到免死金牌，也就是不用再被查稅了呢？因为過去這一段時間，川普家族啊，靠着炒股啊，各種方式賺的錢實在是太多了。尤其爭議，我們通通都把它列出來。難道未來這些東西都沒關係了嗎？全部不算數了嗎？特別來看到的是呢，這個股票交易啊，川普的家族涉及到3700多筆的交易，耶，有說這個有炒股嫌疑。再來就是加密貨幣，家族在這段期間吸金金額達到了14億美元，還有無人機上面的投資跟國會暴動，現在甚至都還有補償，用國家的資金去賠償這一些川普的支持者。他特別強調的是忠誠高於法律。節目一開始，請教楊老師如何看？這真的是非常有爭議的一個作為哈。他自己是總統，他要求他底下聽他辦事的這個司法部，然後透過這個他們的行政命令，這是行政命令，要求國稅局就是 IRS 不可以再查2026年5月18號以前任何川普本人、家族成員還有名下的企業跟信託所有的稅務問題。就算是過去，甚至現在發現到他有一些可能嚴重逃漏稅，都不能再查了，而且就 case closed 就沒有了。這是因為行政部門就被命令這麼接受。但是他這裡面的怎麼運作？第一個，在過去川普其實對 IRS 有提訴訟，而且訴訟高達100億美元。那 IRS 被控在過程當中有洩露川普個人、家族以及企業的一些稅務資訊，那這是過去在從拜登時期就開始，然後呢被控，那有一些的的確確是有犯到一些行政上的這個錯誤，那所以呢 IRS 他自己本身也面臨到這個訴訟，那可是這個訴訟就撤銷，哦，那川普說那我就把這個訴訟撤掉，所以我用100億來交換你。但問題是，你是告人家100億，那法官也不一定會這麼買單呢。那同時還不止如此 ，IRS 還必須要從政府裡面掏17.7億來成立一個反武器化的基金。那這個就是等於是說，成立一個基金，然後來賠償他的這個盟友。所以這個完全在自己掌控的政府底下，等於是他自己為這個運作，然後呢用外部的這種訴訟來去威脅。然後呢，造成就是說，好像看起來，川普還很驕傲說，我讓步哎。那這個算不算免死金牌呢？在其他的領域，第一個，未來總統的赦免權，這個不能夠用到稅務有關的東西。總統的赦免權，就算川普下台之前，他用赦免只能給赦免刑事案件。那這是大家要理解，所以他不能夠把他自己。可是刑事案件，川普有判一個刑事案件哦，也就是2021年1月6號的國會暴動事件。他這裡面有民事案，也有刑事案。民事案怎麼說呢？那這個過程法官有一些決定了。民事案是說，他當初在1月6號之前，在國會在白宮前面做的這個演講哈，是屬於民事的，是屬於他個人的演講，不是以總統的身份在做這個行政權的這種演說，所以這是屬於民事的部分。所以有人告他，他這個層面可能會賠。那這個部分呢，他不能用總統的豁免權來去逃掉。那另外還有刑事的部分，也就是說他的這個演講，因為整個這個國會暴動，川普就是我們都記憶猶新了，他就是在那邊做了演講。對，演講完說，當然就來我們往後轉，就進攻國會啊，就真的
把國會佔領了，所以就認為說他是在煽動這些他的支持者。那這個煽動的演講本身，他不是以總統的身份在進行，所以他牽扯到民事跟刑事。那這一次我們看到 IRS 在他的這個整個行政部門掌控之下，被迫的去就是說把他過去所有的這些稅的問題都給就是停止調查。那但是呢，未來他在國會暴動案上面，我覺得還有很這個複雜的一段調查的過程。好，那我們也持續關心說，那這樣子的話，司法判決正式下來，也代表說接下來這些交易都是合法的嗎？都可以做這些合法的內線交易嗎？特別我們要來看到是最新曝光的來自於川普家族的財務申報，特別來看到是賬戶出現超過3700筆的股市交易，規模達到了7.5億美元。特別他們投資的標的都集中在 AI 股跟科技類股，包括了個股像是輝達、蘋果、甲骨文、Meta 以及軍工產業。上次哥怎麼看？好，這次這3700筆為什麼引起爭議？因為算一算，它意思是什麼呢？就是平均起來，這個川普是每天投資58筆。哇，怎麼可能呢？這怎麼回事啊？當然，現在 FinTech 部分都可以，所以這裡頭貝登特就考出來說：“哎呀，不可能啦！怎麼我們總統怎麼可能在他辦公室裡頭不在打電動？其實就是在投資，不可能。因為這個形象讓大家覺得難以想象。好，重點是為什麼這個數字會披露出來？因為披露的是美國政府的倫理局。這個局呢，就有點是獨立機構哦，它不是司法部底下。那為什麼它會提出這個東西呢？把它披露出來，主要現在美國國會參眾議院都有特別是民主黨的議員，特別都是裡頭都是加州出身的議員在追這件事情。而當中追的最厲害的就是眾議院，我特別要大家可以去關注這個人，就是他叫伊麗莎白·華倫，然後他帶着很多的其他議員在追這件事情，因為他們要幹嘛？他們要修倫理法案。因為這裡頭在追這個法，所以倫理局才提供這個數字哈。然後這個伊麗莎白·華倫，她的背景出身，她研究破產法，她是哈佛大學的法學教授，她不是一般你知道政客小貓咪，所以她在追當中非常非常專業。其實她從去年川普一就任不久，發現他就開始在追，而且就推動這個法案，所以這是整個背後的一個大的背景。當然，其實這裡有很大的關係，還是問題到底美國總統能不能做投資啊？其實就是說，在聯邦法令當中，其實並沒有規範它不能，只提到你不能做內線交易很嚴重，而且你要定期公開財產，所以這次也是這個定期公開財產的規範。所以這裡頭過去美國總統基本上只要我選上之後，為了要避免瓜田李下，所以大家都做信託，所以信託當然有人專門在做投資。而這次其實川普政府就是有關於聯邦政府並沒有規定美國政府做投資，所以這件事情有個很模糊地帶。所以就為什麼現在參眾院國會當中，特別是剛剛伊麗莎白·華頓這位厲害的法學教授的眾議員，他要推動這個部分的法案的修訂。所以整件事情現在沒有錯，我們看到是司法部在做這件事情要蓋牌。可是問題是看起來不見得蓋得了哦，因為剛剛講倫理局它是獨立機構，所以它就披露了。如果是司法底下，我們連這個數字都不知道，所以現在到底美國國會這個法案能不能推動？我認為這個時間點上，如果這議題在擴散，特別是美國政府在美國基層大家都活不下去，哇，你賺那麼多錢，這個數字終於披露的話，我認為在於美國11月期中選舉之前，這個效應還是會產生一些美國內部當中的一些政治效應，會是一個影響的話題。好，這一方面我們看到川普他現在透過這個法律來保護自己家族的利益。其實呢，除了保護自己的家族之外，他現在還說他要開始獎勵這些對他忠誠的人，也就是獎勵忠誠者制度。除了剛剛這個楊老師特別幫我們提到當初這個國會山莊的暴動參與者哦，現在說呢他們會拿到納稅人的補償之外，因為他說忠誠勝於法律之外，現在川普還在要求這個司法部要設立一個叫做反武器化的基金，也就是說，你用自己人去告政府的時候，你可以用納稅人的錢再賠自己的制度新成立起來。那酈將軍怎麼看？有一句話講哈，樹不要皮，必死無疑；人不要臉，天下無敵。這個用這句話來形容川普，可以說是再恰當不過。這件事情是怎麼一回事呢？因為有一個美國國稅局的一個官員哈，他洩露了川普的這種稅務的機密資料。那川普就對國稅局提起訴訟，要求賠償100億美金哈。
那當然最後雙方這個說，因為畢竟你是總統嘛，你哪有說自己總統去告自己政府裡面的國稅局？对。然後最後這個由司法部也是他的人，司法部現在代理部長原來是他的私人律師，然後由這個找一個私人他自己的人出來搓圓子協調這件事情，然後最後這個提出來所謂的17.7億美金。成立這個所謂的反武器化的一個基金，講難聽點就是一個小金庫了哈。那這個小金庫在幹什麼呢？就是對於他定的名稱是對於那些因為意識形態或者是因為這個意識形態或者是個人或者政治受迫害的這些人，可以对這些人來賠償哈。那這些人很明顯的是哪些人？第一個就是拜登政府時期曾經有一批人，因為他們的意識形態，他們衝去這個非法的一個墮胎診所去抗議。那這些人後來被政府起訴了。那川普認為說這些人是對的，因為他認為說是這個美國的這種法律，他認為有些是墮胎，有些是反對墮胎的。他認為這些是這個反對墮胎的是對的，所以說他們受到迫害，可以對他們提出一些訴訟的補償。第二個就是國會山莊的人我們都知道他第一屆那時候選舉，這個跟拜登競選失敗的時候，衝去國會山莊那批抗議的人潮裡面，現在正在被起訴。那這個川普就毫不客氣，就拿這筆基金來補助那些人來打官司，來